大家好，我是 Shen。大家好，我是 Mo，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上一集我们聊了怎么停止在脑子里翻译，学会用中文思考。对，那一集对我很有帮助。我现在试着看到咖啡就想咖啡，而不是想英文单词。这是一个很棒的信号。在开始今天更激动人心的挑战之前，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持续进步，请一定要点击下方的订阅。没错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分享。还有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对话对你有启发，请记得帮我们点个赞，这能让系统把视频推荐给更多像你一样努力的同学。好了，仪式感结束，让我们进入正题吧。Shen，我发现一个大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？虽然我试着在脑子里用中文思考，但当真正的中国人对我说话时，我还是瞬间变回了小龙人。我明白这种感觉。你明明认识那些单词，但他们一开口，你就觉得那些字全都粘在一起了。没错，就像一串没有空格的密电码。我看书能看懂，但听起来就像是外星语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那是因为你在用眼睛学中文，而不是用耳朵。用眼睛学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太依赖课本和字幕了吗？对，课本里的发音非常清楚，每个字都分得开，但现实生活中，中文是有节奏和音块的。音块，什么是音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 sound chunks。母语者说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。难怪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快了。其实不是快，而是连读和缩减。如果你还在练习，一个字一个字去听，你肯定跟不上。对，我总是听到一半，就开始想，刚才那个字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后面的10句话我就全漏掉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的大脑还在处理碎片，而不是捕捉流动的意义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才能听懂这些音块？第一个技巧是影子练习，也就是 shadowing。影子练习听起来很神秘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听一句，马上跟着说一句，不需要完全听懂，只要模仿声音的节奏。哦，就像小时候学唱歌一样，虽然不知道歌词，但可以跟着哼那个调子。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通过模仿，你的大脑会适应中文的波动。那我得找些简单的材料开始练。我们的频道就很适合呀。如果你觉得这些练习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我们，这样你每天都能听一点。对，我也在努力练习。善，除了节奏，我觉得最难的是，有些词听起来跟课本完全不一样。这是因为语速和语气，所以我们要练习从慢速到长速。我通常会把视频速度调到0.75倍。这是一个好方法，但不能一直这样。你应该先听慢速，理解意思，然后调回正常速度，直到你的耳朵能捕捉到那个音块。就像跑步训练一样，先慢慢走，再快跑。没错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帮我们点个赞，这会让我们知道你正在努力练习听力。这种练习真的很累，我的大脑总是想罢工。别急，每天练10分钟就好。现在我们试一下，我先说一句话，Mo，你试着模仿我的节奏，不要管具体的字。我明天要去超市买东西。我明天要去超市买东西。很好，你听到了吗？要去超市买东西，这其实是2个大音块。哦，
我刚才听的时候，脑子里没有出现去超市这3个字，而是一个动作的画面。这就对了，这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，用画面思考，配合音快捕捉。这样听起来确实比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要轻松多了。所以，听力的关键不是词汇量，而是声音的熟悉度。就像老朋友的声音，哪怕环境很吵，我也能听出是他。非常好的比喻。所以我们要大量重复听。重复听同一段内容吗？那不会很无聊吗？听5遍不同的内容，不如把一段内容听5遍。为什么？因为第1遍你在理解，第2遍你在注意发音，第3遍你开始捕捉音快。到了第5遍，我就能不思考也听懂了。没错，那时候声音就直接变成了意义。我明白了，这就像是把中文刻进大脑的反射里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关注关键词。关键词。当别人说话时，不要试图听懂每个字，抓住动词和名词。比如刚才那句“去超市买东西”。对，如果你抓住了去超市买，你就能猜到全句的意思。这样压力小多了。我以前总是因为听不懂一个的或者了就卡住了。这些小词不重要，不要让它们挡住你的路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玩拼图。是的，其实听力是一种预测的游戏。预测。当你听到因为，你的大脑会自动预测后面会有所以。哦，因为我很饿，所以我要吃饭。没错，当你熟悉了这些模式，听力就会变得像自动驾驶一样简单。我觉得我需要更多这样的模式练习。没问题，我们以后的视频会多准备这类常用模式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觉得听懂中文好像也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了。只要方法对，进步会很快的。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练习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你觉得听力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会看每一条留言的。还有一点，你要学会忍受模糊感。模糊感，我不喜欢模糊，我想知道每一个细节。这就是学习者的陷阱。母语者在听话时，也不会100%听清每个字。真的吗？你们也有听不清的时候？当然，我们会根据上下文自动补全那些没听清的部分。哇，这听起来像是一种超能力。这种超能力，你也可以拥有，只要你不再纠结于每一个中文字。所以我应该放松一点，让声音流过我的耳朵。没错，就像听音乐一样，你不需要知道每一个音符，也能感受到旋律。这个想法太酷了。我发现我越紧张，听力就越差。因为紧张会让你的大脑锁死。当你放松时，你的潜意识会帮你处理信息。我明白了，听力不仅是耳朵的练习，也是心态的练习。没错，而且你要多听不同的人说话。为什么？善，你的声音我听得很顺耳。因为每个人的发音习惯、语调甚至口音都不一样。哦，这就像是玩游戏的关卡，善是新手村，现实世界是最终大魔王。也不至于，但多听不同的声音，会让你的大脑更灵活。那我应该去哪里找这些声音呢？电影、短视频，甚至是在路上偷听别人聊天。偷听？
这听起来有点儿奇怪。只是为了学习，注意他们的语气，他们在哪里停顿，他们在哪里加重。我发现中国人说话真的很喜欢在某些地方停很久。那就是呼吸感，那是给听者思考的时间。可惜我以前都忙着翻译，完全没注意到这些呼吸。从现在开始，试着去听那些空白的地方。好的，Shan，我还有一个疑问，请说。为什么有些词在句子里听起来和安读读完全不同？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观察，这就是变调。变调，我知道，比如你好，两个三声在一起，第一个要变二声。没错，但听力中变调是自动发生的，你不需要去计算，你只需要去感受那个波浪。波浪，我喜欢这个说法。中文听起来就像是大海。这种波浪感就是母语者的节奏。我以前总是想把波浪平铺开，怪不得听得这么累。所以，今天之后，你打算怎么练习？我打算每天找10分钟做影子练习。很好，记得从我们之前的视频开始，因为你已经熟悉内容了。然后我会尝试不看字幕听一遍。这是一大进步，哪怕只能听懂30%，也是胜利。我还会多关注那些音块，不再去数单词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要练习忍受模糊。太棒了！如果你也能像一样坚持，你的听力一定会飞速进步。谢谢善的鼓励，我感觉我的耳朵已经开始发痒了，想去听中文。那是你的大脑在兴奋。真的很感谢大家陪我们练习。别忘了，如果你喜欢这种学习方式，订阅和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我们的目标是让中文学习变得像聊天一样简单。没错，没有压力，只有进步。那么，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。记住，听力是通往地道中文的大门。我会努力推开这扇门的。我相信你。那我们下集再见。期待下一次的挑战。大家拜拜。再见。